好，大家周末好。今天要跟大家做的一期是基本面，也就是投资相关的话题。那么我要找到的是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是2023年的可能的赛道之王。这个公司将受益于 ChatGPT 所带来的人工智能革命，或者叫人工智能搜索革命的受益。同时，这个公司还会被电动车和自动驾驶这个赛道的发展所受益。那么当下这个公司的估值，我认为严重低估，同时被市场所忽略，没有被炒作。那么这个公司是什么公司？我们将从它的基本面，我们将从它的估值、它的产品到技术面，全面的做一个分析啊，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赛道，也就是2023年我们之前分享过的视频，关于2023年的投资逻辑。那么2023年的投资逻辑，我们看到的当下炒作也好，发展也好，非常重要的两个条件，一个就是关于人工智能革命。ChatGPT 所带来的人工智能革命，它绝对不是光是技术上的革新。我相信呢，大家已经看过非常多啊，讲的有点讲烂了，关于 ChatGPT 所带来的什么好处也好啊，或者是我们从技术上的角度来说，它和最先进的技术也没有太大的创新，但它真正的影响是一个商业模式的变化和对我们生活的一个影响，也就是 AI 也人工啊，或者说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已经真正意义上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也对我们的生活或者说社会秩序产生了一个影响。那么人工智能革命，也就是 ChatGPT 带来的影响，它会大幅的增加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就是搜索成本的竞争。那么运用 ChatGPT， 大家知道，同样一个搜索，它的成本是增加了2倍到10倍不止。那么 ChatGPT 所能提升的服务是非常多的。当它嵌入到很多软件中，我们可以知道，那么将是需要的计算量是呈几何级数的增长。那么 ChatGPT 也能削弱很多一些简单的计算和普通的工作。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看到的是 ChatGPT 和人工智能革命所带来的是几何级数的成长对于运算的需求，而当下市场中对于运算的提供啊是一个非常大的瓶颈，也就各个大的公司仍然在这个运算云服务这上进行了非常多的布局和投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说到特斯拉马上出来的叫 Hardware 4.0，已经被很多人呢看到了进行一个拆解，里面运用了大量的也就是更多的芯片组，原来是12组，现在是20组来辅助进一步增强特斯拉自动驾驶的这么一个能力。那我们说到这两个赛道同时都能需要，他们需要的是算力，那么这个算力提供者呢必然是半导体。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公司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AMD。那么有没有 AMD 咱们的老客户或者说咱们老朋友们对 AMD 的发展有没有一些地方你可能忽略了？可能我们知道 ChatGPT 最近讨论的非常多关于算力，其实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已经是很多人都知道，也是市场上的名牌，我们多说无益。就是有没有朋友发现，其实自动驾驶这一块被涉及的很少，大家关注非常多的是在于特斯拉。特斯拉每年能卖多少辆车？特斯拉最近的自动驾驶 4.0 Hardware 4.0 它用的是 4D 的毫米波雷达。那么雷达板块呢，有3个股票就被特斯拉带起来了。但是有没有人忽略到呢？就是这里面其实运用了大量的这个芯片，而这芯片的提供商是谁呢？芯片的提供商就是 AMD。这就是在它官网上，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它的嵌入系统已经跟特斯拉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与合作。那么如果这个特斯拉的产量上升，那不管特斯拉挣不挣钱，比如特斯拉在搞了那么大量的降价换代会出什么问题特斯拉只要产量不断的向上升，它的嵌入式系统所需要的算力就会大幅上升。大家别忘了，新的一代的硬件它所需要的 CPU 的数量是老一代硬件的将近2倍。那么这个地方每增加一辆车，几乎相当于卖出至少1台到2台吧，咱们说2-3台也好，这个
相当于是 PlayStation、PS5 或者是 Xbox。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AMD 在自动驾驶这一块的涉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布局，那么在这一块明显是被市场所忽略了。我们可以看，如果特斯拉今年的产量来到200万辆，那么它对这个嵌入式系统的需求对 AMD 的影响会是什么呢？保守的估计应该是5亿到10亿之间的一个增长。那么我所找到的这些信息也不是什么神秘的，都在人家的网站都已经有了。所以说这里面呢，其实已经讲的非常的一个详细不管是说 AMD 的这个表现的芯片，以后对于我们说这个汽车的自动化驾驶，还是说在汽车里面实现可以停着充电的时候玩游戏还是干点别的什么的，其实在这个地方它的应用会非常的广大，而这一段它的增长并没有被完全的一个计价，所以这一块是我们可以关注当下 AMD 的一个可以炒作的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的发展和 AMD 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绑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人工智能革命所需要的算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云计算非常多的这些公司，不管是微软不管是亚马逊Google还有甚至阿里巴巴、腾讯，他们所需要的算力和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服务是非常大的。其实很多朋友们可能忽略了一块，就是 AMD 的 CPU 它的这个能源的使用量是比英特尔的那个 CPU 要低的，所以 AMD 的 CPU 它对于整个的这个数据中心业务，它的运算量或者说它的能源需求降低，这是对于很多需要非常非常大运算量的公司的成本降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整个的这个业务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发展前景是非常大的。那我们来再看一眼它的一个合作伙伴都是谁，大家可以看到这也从它网站来的。除了上面呢说应用软件的这些 partners， 大家看到都是一些包括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像这个微软VMware 这些大家都可以听到Red Hat 什么 Oracle 都在这里面，西门子都在里面，对吧？然后呢，我们来看到这个云服务的这几个大巨头也都在这里面，不管是 AWS、阿里巴巴、Google、微软，对吧？这是前4大的云巨头，加上腾讯和 Oracle 甲骨文，他们这个都在这里面，所以意味着云服务的增长对于 AMD 芯片的增加，这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综合上来说，它的数据中心业务这里面是非常 solid 的一个增长。那么对于我们还要说嵌入系统这一块是在市场中所被忽略的环节。我们先抛去所有的炒作环节，我们仅仅说 AMD 的整个的业务的组成，它这个4大块那这4大块整体上来说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平衡的，而且他的 CEO Lisa 也就是苏妈的这个战略眼光，从最早就开始对数据中心的业务的一个转型，和他最近的几次的一个收购都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所以我们认为当下 AMD 的整个的业务和发展是非常有前景的。我们再回到它的业务上来说，大家可以看到2022年的这个营收包括它的几个非常重要的点，比如说数据中心业务，然后呢就是个人 PC 业务，还有就是游戏业务和这个嵌入式系统它们属于一个相对来说还是一个4分有点类似于4分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差不多可以知道当下的这个 AMD 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咱们说它的整个的分布是非常平衡的，尤其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data center 的这个增长是非常强劲的，这一年增长了将近60%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client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当下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个人 PC 的业务是下降的，那么还有 gaming 业务一定也是下降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下是半导体的下降周期，那么对整个的半导体产业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存在，是在一个去库存的过程。那么当我们看到对市场上对 PC 业务和对显卡包括 gaming游戏业务的这个需求在降低的过程中，它是逐渐的去库存和触底的过程。那么这2个业务如果不需要它们大幅增长，它们只要能企稳，那么随着数据中心和嵌入系统在增长，那么一旦半导体回到了上升周期，我们所给到的 AMD 估值又可以回到一个非常高或者说相对比较高的估值。
那么它的这个成长啊，这个地方它的估值和它整个的营收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你自己再牛的情况下，它只是一个主因，那我们客观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AMD 在不管是在游戏和显卡的业务上，它跟英伟达相比，它是属于一个小号的，就是它在这个市占是非常少的。那么 CPU 和数据中心，它仍然和英特尔比也是小号的。但是上图我们看到是 AMD 的这些年的营收和变化，包括这个 EBITDA 的这个变化。那么后面的下面一个呢，是我们看到的是英特尔的这么一个变化。大家可以看到，英特尔从 AMD 在2019年，他们之间将近差了10倍的营收。那么逐渐现在扩展到什么？现在在2023年的预期是20、50和23，差不多就将近1:2了。那么有些地方你可以需要做得特别好，因为竞争太激烈了，那么你才能脱颖而出。有些地方你可能不用做得那么好，你的对手给你送人头，你就可以脱颖而出。大家知道，在新的数据中心业务市占，虽然英特尔仍然是非常大，但是新开发的新扩展的数据中心的这些业务，那么 AMD 明显所抢占的份额是远远多英特尔的。因为从上个季度的财报我们可以看到，英特尔的数据中心业务的下滑是非常巨大的，整个它的营收它的增长都出现了毁灭性的一个打击或者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22年呢，英特尔的公司的表现可以说是灾难级。那它需要的可能不是阵痛，可能是需要在地上趴很长一段时间。虽然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前提是这个骆驼瘦的太厉害，而且瘦的年数太多，而边上那个马长得又非常快。所以我们看到 AMD 奋起直追啊，那么英特尔在这个过程中，它送人头也是AMD 所以成功和成长中的完全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好，那么回到估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 copy 回来这个Morningstar 上给出的估值。当下如果我们是收这个价格大约在80附近的话，它给出的平均估价是110。那么大家注意看 PE 的话，当下是90。我知道很多地方，我看了一些视频，有人在讲 AMD 的时候就直接说贵上来就是一个字贵，你没有看它其中的具体的，我们看它营收，它是为什么在这里变成特别贵EPS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影响，是因为在这面它收购了赛灵思，所以在会计准则计算的过程中，这一部分变成了巨大的开支，以造成它3个季度的 EPS 都是几乎是0。大家可以看一下具体的他们财报的上给出的数字。那么具体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营收这个影响是非常大， Q4、Q3 还有 Q2， 那么整个的影响就是非常大了。所以如果你非要去看这样的刚才我说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你说这个90多是特别的贵，那说明我们在判断一个股票的时候，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花时间去了解这个公司为什么贵，为什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说这个计算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当收购了赛灵思进来了之后，它的嵌入式系统将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收入的增长。那么在下面的 4P 就是当下一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面那个 Finviz 给出了4块3毛3 4块3毛3，但是我在差不多就是4块多4块多。那我们可以看到我在其他地方找到的也是多少钱呢？就差不多就是就是在于4块到5块之间，4块多。那么4块多的话，我们知道如果你只有20倍的 PE 的话，那么它也应该达到多少？有80，至少也是值80，这是它的一个底线。那么如果我们看到我所说的数据中心业务的增长和我们说嵌入式系统的增长，如果嵌入式系统的增长对于它的影响至少达到5亿，或者说更多的数字吧，咱们说那么这个地方它下个季度或者说明年的一个预期，它可能会往上一个再增加大约10%或者5%到10%的一个增加。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营收可能会达到将近5块，5块的话最差20的话，那可能至少10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大家知道，在半导体的下沉周期才会给到像 PE 这么低，往往的话在上升周期中，大家可以看到5年的平均收益 EPS 增长44%，而且现在仍然是增长的。然后呢，投资回报率来到了 ROI、ROA 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数字。ROI 的话竟然是40%，净资产投资的收益率。
那么整个过程中，你就算在非常保守的来说估在120，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估值。当然60多的时候买入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看衰半导体这个板块的走势。所以综合上来说，我们认为 AMD 在当下，尤其是汽车这块，它没有非常大的一个price in， 或者说市场没有对它进行足够的关注，而且也不是市场中的宠儿。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朋友都说英伟达它的估值非常贵，其实英伟达是因为市场关注，是黄老板在上次财报中直接说到了一个300B 加 300B 的机会，就是600个 billion 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意味着，就人工智能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英伟达在这个计算，尤其在这个显卡，我们说 GPU 的计算上，是处于一个完全垄断或者说大垄断的地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于英伟达来说，它现在估值它不能称之为贵，因为市场永远是向前看的。如果能说出了一个300加300 600个 billion 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你当下的这个估值都不能算贵了。所以我们要向前看，去预估市场的走势。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对 AMD 也是一个完全正面的一个影响。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下它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风险是什么呢？风险就是如果当下半导体的这个板块还会随着我们说地缘政治的一些变化会受到冲击。还有一方面，它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它有可能跑不赢英伟达，或者是跑不赢其他的，比如说 AMAT 其他这些上游的板块。就是它最大的风险是可能跑不赢半导体，那有可能市场没有去炒作，或者市场没有发现，资金没有去布局这样的一个公司。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找到是高性价比，也就是 AMD 的底线是非常高的。如果你在看英伟达，你觉得它虚高或者太高，或者说你看英特尔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的情况下，那么 AMD 的底线是在这个半导体中间层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投资它除了去想未来的一个目标价到底有多高那么首先的底线应该是把握住，大约就是在70到80这块，它不是一个非常高估的状态。而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如果当下市场是长期它增长能达到30%、40%以上的话，那它给出的 P 应该在70以上。我们就算说给出40以上的话，那么以现在4块到5块之间给出40，那么我保守的估计应该在我的目标价 AMD 就是150到200之间。那么如果150到200现在听着感觉到天方夜谭，那一旦回到市场上的一个繁荣，或者是牛市，或者经济上升，或者半导体周期上升的这个状态回来了以后，那么大家想想，那个时候大家会陷入一种疯狂，又觉得什么都不贵了那几百倍的估值都是便宜，那又形成另外一种情况，那到时候再说当下的话，我对 AMD 的估值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下一步呢，就从技术上再看看 AMD 的走势。好，多说一句，如果您觉得我们这个分析对你的交易或是您的投资有一些启发作用或帮助，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哟。好，那么技术上呢 ，AMD 我们可以看到发大财信号出来了以后，它就是在60多块钱这个位置是严重低估，拉上来之后，我们说ER出来其实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前瞻指引是非常不错的。拉上来之后，这是个大阳线之后进行了一个盘整，而且是缩量的一个盘整。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知道是个黄线，如果从交易的角度来说，你这个地方的性价比是很高的。那么这个买卖如果跌破，或者说我们在紫色线上做一个防守都可以。那么你这个地方呢，损失最大可能就几块钱。那向上的这个空间的话，那么你去探100，那么技术上探个100也是可以的。那么你这个位置上就相当于是一个大约20块钱左右的盈利，和下面大约4、5块左右的一个亏损，那么差不多就是1比4的一个交易。所以如果从交易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一个交易。那么我们再看，如果 AMD 这个地方是跌破的，那么如果跌破了以后，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它这个地方跌破的话，可能会探到60或者是60以下的新低。当你探到它一个新低，如果出新低的话，我们要知道，通过我们的基本面分析，你知道它在这个赛道上是非常强韧的一个公司。虽然半导体本身行业可能会受到冲击，你知道从长期来说它是非常强的。所以如果出现了比较大的这种周线级别的恐慌盘，我们就可以敢于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左侧的一个布局，那是基于我们对基本面的分析和对公司的一个理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是对 AMD进行一个分析相信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希望对你有点帮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